嗨，我是阿象，按赞订阅开铃铛 ，AI 资讯不错过。上一期我们介绍 Leonardo AI 的基本功能与使用方式，而这一期我们要介绍更新后超级实用的新功能，而最后我们会介绍如何产生连续一致的人像画法，这样我们用 Leonardo AI 制作故事绘本时，就可以让内容更有一致性，让 AI 绘图变得更有趣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介绍 Leonardo AI 的 Texture Generation 功能。这功能可以在 3D 模型物件上面改变材质，用文字产生出你想要的材质贴图。我们先到一个可以免费下载 3D 模型的一个网站叫 Clara.io， 在上面搜寻我们想要的模型。这里我们选择马里欧的模型来试试，这些模型都是网友分享的，可以免费下载。而我们所需要下载的档案格式必须为 OBJ， 因为 Leonardo AI 要求上传的档案文件格式必须是 OBJ 档。下载完成后，我们回到 Leonardo AI 页面的左边功能栏，点击 Texture Generation，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Upload New Object， 把刚才的 OBJ 档拖页进去。这边可以设定名称，然后点 Start Texturing 就完成了上传 3D 的模型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左边的 Prompt 这个栏位输入我们想要贴图材质的描述文字，这边也有反向的提示词可以输入。这边我们输入绒毛玩具超级马里欧，红色衣服，蓝色裤子，红色帽子，黑色胡子，黑色头发，就是把所有马里欧身上的颜色都描述一遍，然后就可以按生成预览。这边的话，每预览一次都会扣5个代币，而且只会生成画面看到的这一面。我们可以点一下预览看一下结果，通常不会第一次就生成你希望的贴图，所以预览生成会是比较节省代币的方式。而马里欧这个图形比较复杂，所以也是生成预览很多次才会有比较接近满意的结果。预览过程中看到生成的结果不满意的话，可以再继续在文字上面做修改调整，然后再按预览。如果预览效果 OK 的话，你可以按下面的生成所有的材质贴图，这边就会扣30个代币来做完整的材质生成。完成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大概会需要5到10分钟的时间，甚至更久，需要看你贴图的复杂程度。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完成之后的效果，基本上没有到很细致，但是可以当做是一种自己创造 3D 贴图的乐趣。建议可以先从简单的模型开始，会比较有成就感。在左边的 Setting 栏位就是一些放大缩小跟旋转的功能。如果要下载的话，可以点击 Assets， 可以看到你的 seed 值跟当时输入的 prompt 文字，然后下方有贴图材质的档案可以下载。3D 材质贴图的这个功能还蛮有趣的，如果之后更新能够提升贴图细致度的话，就更好运用了。接下来也要介绍一个比较偏向趣味的功能，我们先到 AI 生图的这个界面，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 Prompt Magic V2 的按钮。如果你文字产生图的过程中没有灵感，或者是遇到瓶颈，产生不出你想要的图，你可以尝试打开 Prompt Magic， 或许就会有你想要的或是更好的效果。我们现在用这个图像做示范，这是原本图的效果，然后我们另外打开 Prompt Magic， 看看生成图的效果如何。我可以比较一下2个图的差别，似乎打开 Prompt Magic 生成的图的效果比原本图的效果好。另外，你可以点击图片的右下方 HD Upscale， 就可以将图片放大为比原先放大功能更好的 HD 画质，而尺寸也会放大原本的2倍，而放大后的图片感觉画质看起来也比较柔和跟细致了。接下来要介绍的这2个功能，之后都有机会可以利用它来创作数位商品，在线上商店贩卖。而如何利用免费 AI 工具创造被动收入，我将会在之后的影片做介绍。首先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可以生成4方连续图案的功能，它可以产生相同图对接后就能产生连续图案，一样是在文字生成图的工作面板左边设定栏，最下面有一个 Tiling， 需要勾选起来，然后输入产生的连续图案的描述文字，比如说我们这边输入 Watercolor ink, beautiful flowers, and classic tile seamless repeating pattern create spring colors tones。Four-sided joint， 而我在经过数百张图的失败尝试后得出的结论就是，一定要打上这组字 Four-sided joint 才可以帮助 Leonardo AI 判断需要产生的就是真的4边可以相互连接起来连续图案的图。如果单纯只勾选 Tiling 的话， Leonardo AI 只会产生类似的连续图，但并不会真的产生可以4边互相连接起来的图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按 Generate 来看看输出后的结果。
可以看到它会产生出可以四边相连接的图，这样就可以用在按照我们的创意来制作数位的壁纸，或者是印花图案应用在各种可以印制的商品上面。最后要来介绍如何在 Leonardo AI 创造连续一致性人物的方法。我们知道，即使在 Midjourney 里要生成创造连续一致性人物也是非常复杂的。今天学会的这个简单的方法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绘制许多高品质故事绘本或者是儿童的绘本。而想要完整知道如何绘制专属的儿童绘本影片，可以参考右上方的影片连结。这里首先我们先来创造一个人物，这里输入这行产生人物的描述文字，生成4张图片后，我们可以选一张适合的图片，然后我们需要为这个女生命名，可以到 Behind the Name 这个网站来找我们喜欢的名字。因为我们这边设定的是一位希腊的女生，于是可以先设定，比如说是女性，然后选择国家，然后这边我们选择希腊，就会列出所有希腊的女性名字。我们挑选好 Glycria 这个名字后，回到 Leonardo AI， 在 Personal Feed 里选择我们刚刚生成的其中一张合适的图，点击 Remix， 在提示文字里添加 Named Glycria， 系统就会以这名字来记住人物的面部特征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后来生成这4张图片的相似度都很高。在保持人物姓名不变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可以更换人物的背景、衣服、发色，譬如我这里更换成黑发。女巫装跟霍格华兹城堡背景，人物的相似度也是极高。另外也可以创造不同年龄的相似面孔，这边可以看到同一个人6岁、20岁、35岁、55岁的差异。这方面 Leonardo AI 的操作更便利，而且效果也更好，有助于我们节省许多操作的时间，更好的把时间精力运用在创作上。希望你喜欢这部影片，如果能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给朋友就更棒了。我们下期见。